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就让历史走进现实，让我们说一段与现实世界有关系的事情。在经典剧《桃花扇》中有这样几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转眼之间，曾经统治叙利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萨德家族突然间土崩瓦解。巴沙尔·阿萨德这位在1年以前还曾经让杭州的灵隐寺为他打开山门的叙利亚总统，仓皇之间只带着家人就逃出了叙利亚，其仓皇程度远超过了当年的南唐后主李煜。至少李煜还写下了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幽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样的经典名句。而巴沙尔·阿萨德呢，他甚至都没有跟叙利亚国民道个别，就在他的夫人的眼光的催促下，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专机。这位温和的眼科医生，同时也是下令用化学武器攻击本国公民的刽子手，也终于开始了他的末路狂奔。虽然我们尚不知道叙利亚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但不管怎样，一个独裁者的下台仍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此处应该有掌声。阿萨德政权怎么这么快就倒台了？有人说是经济原因，10年的内战基本上把叙利亚给打残了，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高企，老百姓可以说是民不聊生。还有人说是政治原因，那是因为美国以及一些西方一些国家对他实行的制裁，而同时呢，他背后的老大哥俄罗斯最近也是自顾不暇。更有人说，其实阿萨德政权之所以倒台，那是因为他们本来政权的根基就非常的不稳固。阿萨德家族属于穆斯林教中的阿拉维派，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但其人数只占什叶派总人数的 13%， 而什叶派本身又是穆斯林教派中的少数派。在叙利亚中，什叶派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 13%， 所以阿拉维教派占总叙利亚人口的比例还不到 10%， 这明显是一个少数派统治多数派，根基先天就不足。这些原因呢，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但我觉得呢，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地球上有一个国家面对着同样的问题，但它却仍然屹立如初。这个国家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就是北韩。北韩同叙利亚一样，也是独裁政府，也是实行世袭制，而且人家至今已经传了3代了，现在第4代那个小胖丫头也已经呼之欲出。北韩也同样面临着西方的制裁，而且制裁的时间深度甚至可能比叙利亚还要严重的多。这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有些国家是赢麻了，有些国家是被治麻了。不论西方怎样制裁，北韩仍然没有面临着政权危机。关于北韩的经济情况，我们无从知道具体的情形，但我们偶尔会听到一些传言，说北韩的人们有时候会吃不上饭的。当世界上一些先进的国家的人们为了减肥实行16:8的轻断食的时候，而北韩的人们却可以做到72小时不吃饭，直接就辟谷了。这个笑话的颜色是黑色的，一点也不可笑。如果说只要金正恩和他的那个小胖丫头能够吃饱饭，就说明北韩没有饥荒的话，那北韩永远不会有饥荒。如果金正恩和他那个小胖丫头还有钱花，就说明北韩的经济没有崩溃的话，那么北韩的经济就永远不会崩溃。和叙利亚一样，北韩背后的带头大哥们最近也都是自顾不暇，但北韩却能够挺住，叙利亚却不能。所以说呀，打铁还要自身硬。2023年杭州开亚运会的时候，阿萨尔·巴萨德曾经到访过中国，并且享受到了免费往返专机的待遇。杭州的灵隐寺也特意为他打开了山门，让他能够从正门进入。这点呢，让我觉得很不服气。当初我去灵隐寺的时候，走的可是边门。后来我反省了一下，觉得正如某位网络大 V 所言，还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阿萨德作为一个穆斯林，他为什么要来参拜佛寺？况且一个曾经用化学武器对付本国国民的人，真的能够懂得我佛慈悲的内涵吗？或许此时的阿萨德已经预感到了他将面临的危机，他来这里不过是想临时抱佛脚。不过这时候抱佛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这时候距离他最后倒台也不过只有1年多的时间，这时候才在佛前说我佛我佛，
我佛只能说我也没辙。综上所述啊，我觉得阿萨德更应该是向北韩学习，他应该去的地方不是杭州，而是平壤。他应该参拜的地方不是灵隐寺，而是万寿台。他应该好好的向北韩学习，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舆论阵地至关重要，非我即敌。巴沙尔·阿萨德有没有让叙利亚人们从灵魂的最深处意识到阿萨德父子才是他们叙利亚人的大救星？没有了这父子，叙利亚人会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宣传工作他们做到位了吗？有没有让百姓们知道叙利亚之外的其他国家都生活得非常悲惨，叙利亚人吃的盒饭都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消费不起的？这些道理有没有跟老百姓讲透？很明显是没有啊。还有没有对网络实行严格的管控？有没有水军？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网络大 V 有没有采取必要的手段？这方面更要和北韩学习。别说没有这样的网络大 V， 人家连网络都没有。宣传工作不到位，最主要的还是人才问题。叙利亚太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了。所以啊，综上所述，我认为巴沙尔·阿萨德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还是人才问题。所以他从中国归来的时候带回来的不应该是那多少亿的低息贷款，而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说像司马南、张维为、陈平、李毅、周代瑜这样的专业人才。这些人应该跟叙利亚人们一起接受战火的洗礼。如果有了这些人的帮助，阿萨德政权不光不会倒台，而且他还会成为叙利亚人们最信任的政府，叙利亚人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一群人。当然了，引进这些人才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愿不愿意去。毕竟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巴沙尔·阿萨德曾经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他是一名眼科医生，在伦敦也拥有着自己的诊所。后来因为他的大哥在车祸中去世，巴沙尔就遵从了他父亲老阿萨德的安排，接过权力的大棒。他上台执政以后，曾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上，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来吸引外资；在政治上，释放了大量的政治犯，放松舆论管控，打击贪腐。这些改革措施也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这段时间一度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随着改革的深入，当人们要求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的时候，巴沙尔逐渐意识到这场改革的大火会烧到自己的身上。在现有体制下，他和他的家族才是改革的最大的障碍，同时也是现有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这还怎么改？再以后，阿拉伯之春运动席卷了整个中东世界，这是一场民众要求结束本国的独裁统治，要求得到更多民主自由权利的革命浪潮。这场运动参加的主体大部分是阿拉伯的年轻人，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在中东世界中，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是居高不下，在很多的国家都高达 30% 以上。没有了工作的年轻人成了各国政权稳定的一个巨大威胁。阿拉伯之春运动是开始于2010年的年底，到了2011年的年初的时候，这股春风就吹到了叙利亚。2011年的2月份，在叙利亚的德拉市，几个年轻的男孩在一起打完篮球以后，坐在一起聊天。他们聊到了当时正在埃及和突尼斯爆发的革命，他们很向往，也很想做点什么。后来他们商定要在学校写几句口号。于是几天后的某个夜里，7个孩子偷偷潜入了学校，在学校的墙壁上写下了这样的口号：轮到你了，医生，还有打倒巴沙尔·阿萨德。写完了以后，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就好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个恶作剧一样。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孩子们还是太天真了。很快他们就见识到了现实世界的冷酷。第二天一早，校长发现了这些口号，于是就招来了警察。警察将全校的老师学生都聚在了一起，然后随意的从他们中带走了10个人，其中就包括7个孩子之一的纳采夫。警察们完全相信他们有的是办法，能够从这些孩子们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知道的内容。果然，纳采夫在殴打之后供出了自己同伴巴希尔。巴希尔这时已经逃到了外地，后来是纳采夫的父母劝他向警方自首，希望能够以此救回自己的儿子。巴希尔
也这样做了。随后，巴希尔和其他的几个孩子，连同被他们被迫供出的涉于此事的几个成年人，一同被押送到了一个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基地。在那里，他们遭受了难以形容的野蛮折磨。3月18日，德拉市的市民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释放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当有人高呼打倒阿萨德的口号的时候，安全部队开了枪，当场2名群众被杀。抗议活动随即蔓延到了全国，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这场抗议活动演变成了叙利亚的内战。也正是这场内战，将阿萨德赶出了叙利亚。此时的阿萨德已经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政治庇护。俄罗斯人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什么哥们义气，那是因为阿萨德身上还有价值。虽然巴沙尔·阿萨德已经失去了他的中央政权，但他仍然还是阿拉维教派的最高领袖，仍然还有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而且目前叙利亚的局势尚不明朗，阿萨德仍然有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又不禁杞人忧天了起来。如果有一天上述所说的阿萨德身上的这些价值都消失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呢？是不是只剩下了他银行账户里那巨额的存款余额的价值呢？那么阿萨德会选择相信俄罗斯人吗？特别是在了解了俄罗斯人劣迹斑斑的诚信记录以后，他还会将自己的人和自己的钱放心地置于俄罗斯人的鼓掌之中吗？在这方面，西班牙人可以给他好好的上一堂课。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内战，交战的双方，一方是由苏联支持的西班牙现任政府以及左翼联盟，另一方呢，则是由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所支持的右翼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就叫佛朗哥。佛朗哥的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很快他们的军队就逼近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而此时在马德里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存放着总共约600吨的黄金。佛朗哥军队的兵锋直接威胁到了共和政府的这批黄金的安全。为了保证这批黄金的安全，共和政府决定要将这批黄金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授权当时的财政部长内格林，由他负责选定要转移去的地方。当时的苏联方面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的苏维埃最高领袖斯大林就派出了一名得力的特工，叫斯塔夫舍夫斯基，让他去马德里尽量说服内格林要将黄金转移的地点定在苏联，因为此时的苏联是共和政府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所以苏联一定是内格林的选项之一。斯塔舍夫斯基也算是不辱使命，最终是说服了内格林，决定将这批黄金转送到苏联，由苏联政府暂行保管。最终这600吨黄金的大部分，差不多500多吨，都通过由苏联人控制的军港奥德萨转运到了莫斯科，而只有不到100吨黄金转送到了法国。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以后，法国也将这批黄金重新还给了西班牙。而另外那500吨黄金，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负责这批黄金转运的苏联方面的官员是苏联内务部驻西班牙站的站长，他叫奥尔洛夫。接受这项任务不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于斯大林的电报，在电报中这样命令他：如果西班牙人要你出具这批货物的收据，拒绝他们。我再说一遍，拒绝签署任何东西，并告诉他们，正式的收据将在莫斯科由国家银行开具。在10月革命节19周年的前一天，所有这些黄金都运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在一次所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只有土匪才能说出的话：西班牙人永远见不到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人永远见不到自己的耳朵。这一次斯大林倒是真的信守了他的承诺，他真的没有再让西班牙人看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黄金。刚才提到的奥尔洛夫后来逃亡到了美国，以上的这些资料都出自于后来他写的一本回忆录。斯大林在收到这些黄金以后，马上要求共和政府支付他本来作为礼物送给共和政府的那些军事物资。更令西班牙人气愤的是，苏联人竟然擅自将这些黄金中的金币铸造成了金条，
并且还要求西班牙共和政府来支付这笔熔铸费。被铸成金条的这些金币，其中很多都是珍贵的古钱币，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黄金价值。苏联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他们贪婪的目光中只有那金光闪闪的黄金。这批黄金仅就黄金的价值而言，市值超过了5亿美金。而苏联政府后来提供给共和政府的所有军事物资应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5000万美元应该也是打了很多的水分的，毕竟黄金就压在苏联人的手里，他们可以随便的定价，西班牙人毫无反抗的能力。后来取得西班牙内战胜利的弗朗哥政府也曾经向苏联讨要这批黄金，那时候斯大林已经死，当时的苏维埃最高领袖赫鲁晓夫则说，这些事情是斯大林干的，我不清楚，要钱没有，要命你找斯大林去，斯大林同志已经不咳嗽了，而且永远不会咳嗽了。到了1954年，那位内格林，就是刚才提到的当时决定将黄金送往苏联的那位财政部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好好的算一笔账，将剩余部分的黄金退还给西班牙政府。虽然此时的西班牙政府已经不是他的共和政府，而是弗朗哥政府，但内格林还是希望这些黄金能够还给西班牙人，毕竟这是西班牙人几代人积攒的财富。但他也只能这样呼吁一下，苏联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回复。事实上，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苏联人就已经花光了这批黄金，怎么还有可能给你任何的回复呢？如果巴沙尔·阿萨德决定相信俄罗斯人的话，那么很大可能他会得到西班牙人一样的结果，特别是在眼前俄罗斯人最需要钱的时候。其实没有了这些钱，对于巴沙尔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他或许可以重新开拓一个新的职业。他曾经是一名医生，当然了，现在在做眼科医生恐怕已经做不了了，毕竟放下手术刀的时间太久了，而且在这之后他还拿起了屠刀。如果屠刀实在放不下的话，刀也可以为自己开创一个新的职业，比如说去给俄罗斯人拉双眼皮儿。不过在我印象中，俄罗斯人好像大多都是双眼皮，只有一个人例外，普京就是单眼皮。但阿萨德总不能逮着普京一个人反复的拉双眼皮啊，这样的话还不把普京的双眼皮拉成了抬头纹了。巴沙尔·阿萨德曾经是一名医生，他本应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不知是自愿还是被迫，他选择继承他父亲老阿萨德的权利，在叙利亚当时的体制之下成为了一名独裁者，而后又成了一名刽子手。这就不由得让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人性与制度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喜欢盗墓的朋友都知道，一般盗墓是有2个人，一个人负责下去挖坑取宝物，一个人负责将宝物和那个人一起拉上来。但这样一来，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拉绳人见财起意，抛弃了还在坑底的同伴。于是后来就演变成了盗墓团伙通常是2个人，而这2个人就是父子。但即便如此，仍然发生了几次抛弃父亲携财物而去的事情。痛定思痛，盗墓团伙最终形成了这样的行规，还是2个人，还是父子。不过严格的规定，下入坑底的是儿子，拉绳的是父亲。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将人留在墓坑的事情。儿子有时候有可能会不顾自己的父亲，但作为父亲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儿子。英国曾经雇用私人船只负责向澳洲运送那些罪犯，英国政府最早是按照上船的罪犯人数付给船主费用，很快弊端就产生了，罪犯在途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英国政府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杜绝这种情况，但收效甚微。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非常的简单，按照上船人数付费改成了按下船人数付费，有多少人活着抵达澳洲，英国政府就付多少人的钱。这一下罪犯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为了保证罪犯能够活着到达澳洲，船主们甚至在船上为他们配备了医生。这和刚才那个盗墓的故事一样，都叫制度建设。在任何的组织和社会里，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做不了坏事，坏的制度
能够让好人做不良好事，只能变坏。合理的组织制度从来都是授权与监督同时存在的，既相信你的能力，又怀疑你的本性，既用制度来激发你本性中天使的那一面，又用制度来威慑人性中恶魔的那一面。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独裁者最后都变成了人间恶魔的原因。而不管他们曾经是多么的只手遮天，多么的肆意妄为，多么的荣光四射，他们都将无法逃脱恶魔相配的下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